最近，全球外汇市场掀起了一场风暴，主角竟然是中国台湾的新台币。5月5日，新台币对美元暴涨 4%， 突破30关口，达到1美元兑 29.1598 元，创2023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，也是1988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。上周五，它已狂飙 3%， 刷新40年纪录。这波涨势看似是贸易乐观预期和外资涌入的繁荣景象，但真相远没那么简单。瑞银最新报告揭露，这背后潜藏着1000亿美元抛售危机，甚至可能是全球金融重构的前奏。今天，我们将深入剖析新台币暴涨的真正原因，揭开台湾寿险业4600亿美元货币错配的定时炸弹，探讨它如何可能引发区域货币联动和全球市场动荡。这不仅关乎台湾经济，更可能是全球金融风暴的前兆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危机的冰山一角。新台币暴涨的表象与深层驱动。新台币的涨势有多夸张？5月2日，它对美元单日飙升 5%， 创40年来最大单日涨幅。5月5日，盘初再涨 4%， 创下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涨的纪录，达到1美元兑 29.1598 元，刷新2023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。这让新台币成为亚洲货币的领头羊，震撼全球外汇市场。台湾加权指数虽然一度下跌 2%， 但午后反弹近 3%， 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，为新台币提供了强力支撑。一位中型民营银行的交易员感叹，全台湾都在卖美元。从出口商到散户，抛售美元的热潮席卷市场，市场情绪几近疯狂。表面上看，这波涨势与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。市场预期中美贸易谈判缓和，美国科技行业可能加大从台湾进口半导体，推动新台币需求激增。台股的强劲表现吸引了外资涌入，散户也将海外资金汇回，纷纷抛售美元换新台币。这种供需失衡直接推高了汇率。然而，瑞银的最新报告一针见血，这些传统因素远远不足以解释如此剧烈的波动。真正的推手藏在更深层次的金融结构性问题中。瑞银指出，新台币暴涨的驱动因素是保险公司和企业的恐慌性汇率对冲，以及此前新台币融资套利交易的止损行为。过去，全球投资者利用新台币低利率进行套利交易，借助新台币换成美元，投资于高收益的美元资产，赚取利差。这种策略在美元强势时非常有效，但2025年初美元指数跌至 99.74， 创近期新低，打破了这种平衡。空头头寸面临巨大平仓压力，投资者被迫抛售美元，买入新台币以偿还借款。与此同时，台湾寿险巨头因持有大量美元资产，面对美元贬值的风险，纷纷抛售美元进行对冲，导致新台币需求暴增。这种连锁反应让市场均衡彻底失控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台湾中央银行在此次暴涨中的干预显得力不从心。尽管上周五央行试图通过干预稳定汇率，但效果有限。瑞银报告指出，市场对央行干预缺位的质疑日益加剧。一位台湾大型银行的交易员透露，尽管监管机构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但面对如此庞大的抛汇力量，干预显得捉襟见肘。这种市场失衡不仅推高新台币汇率，还为未来的更大波动埋下了伏笔。台湾寿险业的1000亿美元炸弹。要理解新台币暴涨的深层原因，必须聚焦台湾寿险业的结构性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台湾凭借强劲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美元外汇储备。截至2025年1月，台湾外汇储备高达 1.7 万亿美元，占 GDP 的 200% 以上，是台湾债券市场规模的5倍以上。其中，私人部门持有约1万亿美元，寿险公司占据7000亿美元的份额。
这些寿险公司通过发行新台币保单筹集资金，投资于美元资产，尤其是美国债券，赚取可观的利差。在巅峰时期，寿险公司每年购买超过50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，悄然成为全球固定收益市场的重要力量。然而，这种新台币负债、美元资产的模式埋下了一颗巨大的货币错配炸弹。据瑞银估算，寿险业的外汇敞口高达4600亿美元，占台湾 GDP 的60%以上。这种错配让寿险公司面临3重风险：美元对新台币贬值导致资产价值缩水，货币对冲成本高企吞噬利润，美债收益率上升造成资本损失。2025年初，美元指数跌至 99.74， 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稳定在 4.32%。这种美元疲软加高利率的组合对寿险业来说是噩梦。寿险公司持有的7000亿美元资产以长期高评级企业债为主，市场价格已较面值下跌 10% 至 15%。 若按此估算，为实现亏损可能超过整个寿险行业的资本金总额，威胁其偿付能力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寿险公司的对冲策略并不彻底。目前仍有约200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未受保护，相当于台湾 GDP 的 25%。 这些对冲主要通过外汇远期合约实现，即在未来1到3个月将美元换回新台币，通过不断滚动合约避免汇率损失。但这种操作成本高昂，尤其在美联储激进加息期间，对冲成本增高达年化 5% 以上。部分对冲由台湾中央银行通过掉期交易支持，但规模已缩减至1000亿美元。另有1000亿美元通过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 NDF 对冲，但这类工具已离岸美元结算，遇到兑付压力时几乎无效。过去，台湾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外汇干预维持汇率稳定，例如通过提供掉期交易帮助寿险公司对冲风险，维持了表面上的金融稳定。然而，当前贸易摩擦和外部压力让央行干预能力受限。瑞银指出，上周五新台币暴涨时，央行干预力度明显不足，导致市场失衡进一步加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5月5日，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公开表示，美台贸易谈判未涉及汇率议题，试图平息市场猜测，但这并未阻止新台币的涨势。瑞银警告，若央行无法有效干预，寿险业的恐慌性对冲可能引发新台币进一步升值的恶性循环，甚至动摇台湾金融体系的稳定。此外，台湾寿险业的困境还与全球宏观环境密切相关。美元疲软不仅削弱了寿险公司的资产价值，还推高了对冲成本，而美债收益率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损失。当前，多数长期高评级美元企业债的市场价格已大幅下跌，这对持有复杂结构债券的寿险公司来说尤为致命。一旦美元继续贬值或美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，寿险行业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，进而波及台湾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。区域联动与全球市场动荡。新台币暴涨不仅影响台湾本地，还可能引发区域性货币联动。瑞银报告指出，台湾寿险公司常使用韩元、新加坡元等区域货币作为对冲工具，这可能导致韩元波动幅度达到3个标准差，新加坡元汇率创历史新高。此外，若中美贸易缓和，出口商的对冲行为可能蔓延至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国家，推动林吉特和泰铢升值。5月5日，马来西亚林吉特对美元上涨 1%， 创去年10月新高，韩元和泰铢也飙升超 1%，
印证了这一趋势。对于被列入美国汇率监测名单的国家，如韩国、泰国和马来西亚，区域央行的外汇干预能力将成为新的不确定因素。新台币暴涨是全球外汇市场动荡的一个缩影。美元指数下跌 0.31% 至 99.74， 离岸人民币升穿 7.20 关口，创去年11月以来首次。港元连续第二天触及交易区间强方，香港金管局卖出561亿港元捍卫汇率。彭博数据显示，亚洲货币指数周五飙升至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，新兴市场外汇回报创历史新高。Jefferies 全球外汇主管 Brad Bechtel 表示，美元贬值是缓解贸易紧张的自然方式，压住美元对亚洲货币下跌可能成为市场主流。全球市场风险情绪也在恶化。欧洲股市开盘下跌，斯托克50指数跌 0.36%， 法国 CAC 40指数跌 0.38%， 美股期货下挫，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跌超 0.9%， 标普500指数期货跌 0.8%。 现货黄金上涨 2%， 突破3300美元每盎司，反映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。川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加剧了不确定性，例如对外国电影征收 100% 关税，导致奈飞盘前跌 3%。 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正在动摇，投机交易者对美元的看空程度达到9月以来最高水平。对台湾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来说，新台币过快升值是一把双刃剑。短期内升值吸引了更多外资流入，但长期看，它将削弱出口竞争力。据台湾工商时报，部分中小企业因新台币升值导致毛利率转负，面临生存危机。瑞银预计，若新台币贸易加权指数再上涨 3%， 接近央行容忍上限，市场可能迎来更强烈的干预。但干预本身可能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，甚至导致资本外流。台湾的对外净投资头寸 NIP 占 GDP 的 165%， 远超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约 0%， 这使得新台币对汇率波动极为敏感，进一步放大了风险。应对策略，新台币还有上涨空间吗？瑞银认为，尽管新台币涨势过快，已比公允价值高出 2.7 个标准差，但仍有上涨潜力。外汇期权和远期市场显示，市场对新台币升值的预期为5年来最强。然而，历史数据显示，新台币单日大涨后，接下来的1个月涨幅通常不会持续扩大。瑞银建议投资者不要过早逆势操作，等待央行干预或市场回调。预计当新台币贸易加权指数再涨 3%， 央行可能加大干预力度，但这可能引发市场更大波动。若美元继续贬值，台湾寿险业可能被迫进一步抛售美元对冲敞口，导致新台币升值螺旋加剧。瑞银估算，仅将外汇对冲恢复至趋势水平，就可能引发1000亿美元抛售，相当于台湾 GDP 的 14%。这不仅威胁寿险行业的偿付能力，还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。更广义的，新台币暴涨可能是全球金融重构的开端。随着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受质疑，资金从美元资产流出，亚洲货币集体升值。若美元进入长期贬值通道，类似台湾的货币错配危机可能在其他新兴市场重演。对于投资者和企业，这场波动既是风险也是机会。个人投资者应在汇率波动加剧的背景下，合理配置外汇资产，选择低成本的汇率对冲工具，如外汇 ETF， 以规避风险。出口导向型企业需提前锁定汇率，采用远期合约或期权对冲新台币升值风险。市场观察者应密切关注台湾央行干预动向、美元指数走势及亚洲货币指数变化，把握潜在交易机会。此外，全球宏观环境的演变也至关重要。例如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、美债收益率的走势以及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，
都将直接影响新台币的未来走势。具体而言，投资者可以关注以下几个关键指标：美元指数是否跌破99关口，美债收益率是否突破 4.5%， 台湾央行是否加大干预力度。此外，区域货币的联动效应也不容忽视。例如，韩元和新加坡元的波动可能为跨境投资者提供套利机会，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影响区域贸易格局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建立动态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尤为重要，例如通过多元化货币结算降低对美元的依赖，或利用金融衍生品锁定长期汇率风险。新台币的暴涨看似繁荣，实则暗藏危机。台湾寿险业4600亿美元的货币错配如同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金融风暴。这不仅威胁台湾经济，还可能引发区域货币联动和全球市场动荡。在美元疲软、贸易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，这场风暴或许只是全球金融重构的前奏。新台币会继续狂飙，还是在央行干预下回落？未来又将如何演变？这不仅关乎台湾的金融稳定，更可能影响全球投资者的财富布局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认为新台币会涨到什么水平？这场危机又会如何收场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